在印巴分治之前，英属印度内部有着3个穆斯林主要聚集区，一个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另外一个在今天的印度中部。这里虽然在印巴分治的时候决定自立，但是最终却在印度的军事胁迫下被迫并入印度。另外一个就是英属印度的发家地孟加拉，这里因为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印巴分治的时候成功地加入了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但是时至今日，孟加拉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而孟加拉之所以能够独立，其中自然是少不了印度的帮助。1969年3月25日，巴基斯坦独裁者阿尤布被巴基斯坦军方推翻，军事政变的策划者之一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成为了巴基斯坦的新领导人。叶海亚随即开启了持续1年的军政府时期，但是叶海亚同时做出了2点承诺：第一是恢复民选政府与全国大选，第二就是实现东巴自治。东巴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事实上，当时的东巴与西巴因为语言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政治地位问题已经处于分手边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巴基斯坦自己做出来的。长期以来，西巴一直从政治和文化、经济等多角度压迫东巴，让原本人口占据多数的东巴在国内毫无政治地位，虽然控制着国会，但是却无缘政府机构。虽然人口占据多数，但是却过着国内最为贫苦的生活。孟加拉语虽然使用人数最多，但是却并非国家官方语言之一。叶海亚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他也是巴基斯坦尝试弥合东西分裂的最后一人。在军政府时期，他承诺让更多的东巴人进入军队，并且让东巴人在中央秘书处的人数从1人增加到6人。在叶海亚任命的文官政府中，东巴人部长的数量也明显增多。但是叶海亚的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得到了印度支持的孟加拉独立派在谈判中拒绝让步，执意要让孟加拉独立。这最终导致了叶海亚决意发动探照灯行动。巴基斯坦军方在这一行动中迅速抓捕了独立派领袖穆吉布，独立派人士大量被杀。孟加拉独立派政党人民联盟的剩余成员逃亡印度，这些人在印度的武装下组建了孟加拉自由战士武装。同时，巴基斯坦军方在行动开始后，于首府达卡以及吉大港、杰索尔等各大城市疯狂屠杀当地居民，短短3天就有5万人遇害。巴基斯坦内战持续了数个月的时间，直到1971年12月3日，印度军队直接进入孟加拉，印巴战争再次爆发。然而此时东巴的巴基斯坦军队仅有1万人，这最终导致印度军队在12月17日就取得了全面胜利。1972年1月1日，孟加拉正式独立。虽然孟加拉自由战士人数高达15万，但是面对1万巴基斯坦正规军依然毫无战斗力可言。事实上，最终让孟加拉得以独立的还是印度军队的帮助。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印度的话，孟加拉根本无缘独立。但是独立后的孟加拉却并没有成为印度的小弟，正相反，今天的孟加拉或许是除了巴基斯坦之外最让印度感觉头疼的国家了。孟加拉国对外水资源依存度高达 91.44%， 也就是说，虽然孟加拉国时常爆发洪水，但是这个国家的水资源主要还是依靠印度的流入。这个依存度并不是说印度是孟加拉水资源的供给方，而是孟加拉在和印度共享水资源的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孟加拉的主要用水来源分别是3条大河，分别是帕德玛河、加穆纳河和梅格纳河。这3条河全部都是从印度境内流入孟加拉国的。帕德玛河则干脆就是恒河的下游，也就是说，如果印度人想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让孟加拉国断水，孟加拉还一点办法都没有。而印孟水争端更是由来已久。事实上，在孟加拉还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的时候，双方间的水争端就已经开始了。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考虑在恒河下游靠近孟加拉的法拉卡地区修建一座大坝，也就是法拉卡大坝。印度政府对外声称是为了改善加尔各答港的淤泥问题，
但是国际专家甚至印度国内自己的专家都认为，此举对加尔各答港的改善恐怕有限。国际社会以及巴基斯坦方面都认为，印度此举其实就是为了制约巴基斯坦。虽然巴方强烈反对，但是印度政府还是执意开始修建法拉卡大坝。但是当1972年孟加拉独立之后，印巴水争端突然之间就成为了印孟水争端。而独立初期的孟加拉和印度的关系还是非常亲密的，所以印度不能对孟加拉的诉求视而不见。双方迅速展开谈判，并且最终于1974年发表联合声明。印度政府声明，大坝将会在双方商议出合适的协议之后才会被投入使用，尤其是在恒河水流量最小时期。孟加拉政府对于印度的声明总体上还是很满意的，问题虽然并未解决，但是至少被搁置了。然而仅仅数个月后，印度政府就声明将会在恒河缺水高峰期将恒河水分流，用以测试大坝的运行情况。孟加拉政府得知消息的时候极度震惊，极其不满。孟方立刻要求双方举行部长级会谈，双方立刻在达卡进行会晤。孟加拉方面批评印度违背了双方的联合声明，但是印度方面却表示，印度仅只是测试大坝运行情况，而不是正式投入使用，故而不违背双方的联合声明。印度的态度就是不谈判，主打一个霸道。孟加拉政府迫于无奈，只能将问题提交到国际社会予以解决。其在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以及第31届联合国大会上提交了相关议案，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印度政府最终重启了达卡会谈。印度政府提议平分水量，但是却遭到了孟加拉方面的拒绝。数千年来，孟加拉始终都在不受限制地使用着恒河下游的水量，其不接受印度如此霸道的条款。孟加拉方面的要求是享有旱季时恒河下游 70% 至 80% 的水量，然而这又是印度所无法接受的。最终双方在1996年才算是终于达成了协议，最终基本确定的是平分旱季水量，但是允许一定程度上的波动。只是直到今天，孟加拉依然认为印度并未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协议。除了恒河之外，印孟之间就其他河流的水争端同样不少。印度近年来提出的内河联网计划将原本会流经孟加拉境内的52条河流中的51条纳入了计划，对孟加拉的用水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孟方表示，如果孟加拉的用水安全遭到巨大威胁，那么将会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孟加拉难民进入印度避免。这样的威胁非常的有效，这一点正是印度所担心的。而双方的水争端就在这样的博弈与合作中延续到了今天。孟加拉的陆地邻国只有2个，一个是印度，另一个就是缅甸，而其与印度的陆上边界长达4096公里，其与印度的5个邦直接接壤，而且双方接壤的地方全部都是人口高密度地区，这也使得边境安全问题成为了双方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历史原因，印孟边境上的人口流动相当的频繁，其中主要是孟加拉人向印度境内流动，很多人因为探亲和生计的原因需要时常前往印度，而这也滋生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和非法越境的问题。孟加拉方面因为种种原因对解决问题态度消极，但是印度政府却不希望大量的非法难民流入印度，因此专门组建了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为了震慑非法入境人员，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会直接开枪射杀非法入境者。这一问题造成了印孟边境长期局势紧张，但是印度军方却依然保持着即见即杀的态度，这也造成了孟加拉国内的广泛不满。而这一问题甚至是孟加拉政府有意滋生的。孟加拉政府虽然名义上保持着宗教中立政策，但是非穆斯林群体在贫困率上远高于穆斯林。这些非穆斯林公民
长期被穆斯林挤占生存空间，最终不得不来到印蒙边境地区。而因为生计等被迫的原因，他们不得不非法越境进入印度讨活路。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是印度教徒，然而对面的印度边境内生活的边民却大多数都并非印度教徒，因此生活在边境线上的印度公民丝毫不会同情这些孟加拉印度教徒，相反，他们认为这些非法移民偷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他们将这些非法移民称之为白蚁。而直到今天，孟加拉政府依然还在通过软手段将这些非穆斯林驱逐到边境，然后借印度的刀杀死他们。